好，我是妮娜，我现在又来到了我最喜欢的京都。这一次来到京都呢，是要去海之京都地区。之前我们影片已经有带大家去过冬天的海之京都、伊根舟屋啊、天桥立那一带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是特地在秋天的季节前往，可以看到海之京都地区的红叶美景。从京都车站到海之京都蛮方便的，搭特急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到了。所以很多人呢都会选择用1日游的方式去海之京都玩。但是大家如果只有去海之京都1日游的话，太可惜了，因为海之京都地区其实除了伊根舟屋啊、天桥立之外，还有很多景点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就规划了海之京都的2天1夜旅行，要带大家看一下海之京都还有哪些特色景点可以去哦。喜欢日本旅游、爱吃日本美食、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，快订阅我们！记得开小铃铛，接收所有通知，才不会错过新影片。现在来到的是京都的天桥立车站，那这里呢是要进入海之京都地区的一个玄关口。海之京都就是包含我现在所在的天桥立，跟大家很喜欢的伊根舟屋地区，还有武贺等等的一些京都沿海地区的总称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玩过海之京都的地区呢？如果你是已经来过天桥立、伊根舟屋这些地方的话，我们这一支影片你一定要看，因为我们这一支影片呢要带大家去一些海之京都更秘境、更当地人才知道的景点哦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可以同时看到天桥立跟红叶的秘境景点，就是我背后所在的丞相寺。丞相寺它以前其实是山岳信仰的一个修炼道场，那因为它的景色就是可以从上面看到整个天桥立，所以呢也是很多人特地会来的景点。这边距离很有名的伞松公园其实也蛮近的，从伞松公园搭7分钟巴士就可以到了，所以大家去伞松公园看完天桥立，也很推荐再搭巴士到这边再看一个不同角度的天桥立。这个寺庙的境内也非常的广，有种了200棵的枫树，到了秋天这边是整个都会变成枫红的颜色。推荐大家看完天桥立的景色之后，可以来这边逛逛。丞相寺这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景色，就是我背后现在这一个可以同时看到五重塔、红叶还有海景的景色。从本堂参拜完下来之后，它会有一条路通往这一个观景台，那要爬一小段路，大概5分钟以内，所以很推荐大家还是可以上来爬一下，看到这一个景色。这边除了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这一个五重塔景色之外呢，你再往上爬一下下，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种不同角度的天桥立。所以呢，像我们这一次2天1夜住在天桥立这边，就很推荐你可以来搜集各种不同角度的天桥立。跟大家介绍，我现在来到的这个伊根舟屋群啊，其实是日本唯一一个舟屋群，所以这种景色呢，只有在京都的伊根可以看到。这个舟屋其实是以前人家捕鱼的时候用来放船的仓库，1楼就是当船的仓库，2楼是放渔网啊，或者是一些捕鱼的工具。在这个伊根湾总共有230多间不同的舟屋。补充一下，这些舟屋其实到现在有些地方还是有人居住的，所以大家如果要拍摄舟屋的话，可以像我们这样远远拍摄，但是不要随意进入舟屋里面哦。
们现在来到伊根舟屋的舟屋食堂，大家看我背后这整片风景是可以看得到整个舟屋群的哦。舟屋食堂呢，在观光案内所的2楼，它这一个食堂啊，其实是由伊根这边的老铺旅馆经营的，所以他们味道有保证。这边最有名的就是各种的海鲜定食，有生鱼片定食啊、煮鱼、烤鱼或者是炸鱼，各种都有。而且他们其实从早餐就开始营业了，所以你早一点来的话呢，还可以边吃早餐边看这个超赞的风景哦。那来到伊根舟屋这边欣赏伊根舟屋最方便的方式，就是搭我背后的这一个伊根游览船。搭这个游览船，它一趟大概只要25分钟，在这25分钟之内呢，就可以看到整个伊根湾的舟屋，还可以从海上拍到伊根舟屋的风景。游览船的票价是一次1000元。那另外一个很推荐的是可以买他们的虾味鲜，这样就可以在船上喂海鸥，这个还蛮刺激的，也是很推荐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。好久没喂，好久太近了，感觉要用丢的，不然有点危险。那我要再丢了。他们接到了，对啊，他们很会耶！啊，别人看到，有，他有看到，有哎，有，他有接到，哇，好棒哦！不知道我有没有拍到。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厉害的房间。我们今天是住在天桥立一个叫做文书庄的和风旅馆。这间饭店很厉害的是，它所有房间都可以看到天桥立的风景哦。现在就来带大家开箱一下我们今天住的房间。首先走到这边呢，是有一个拉门可以进到客厅跟卧房的地方。客厅空间是做成这样合适的，有2张单人床，大家可以就是在这边坐着休息看电视。那这一面呢，现在虽然是晚上看不到景色，但是它其实一打开来是可以看到天桥立的风景的哦。这边还有一个小角落是有放迎宾小点，像这个是煎饼，然后他们很厉害的是还有胶囊咖啡机耶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就是享用各种咖啡，这个真的是高级饭店才会有的服务。哇，这边还有他们原创的红茶，有很多种哦，像是生姜红茶、煎茶，还有焙茶，这感觉很开心就是晚上泡完澡泡一杯热茶来喝，超赞的。这家饭店服务真的很好真的，而且刚刚我们一进来 check in 的时候，也有迎宾小点。对，真的是很多贴心服务，从你 check in 到你 check out 之前都可以感受到各种服务。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浴室。这个浴室就是很新很大，而且我这边一进来就看到他们这有敷面膜，这也超贴心的。这里还有一整组的护肤组哦，很齐全呢。我们住的这个房型呢是有浴缸的房型，除了浴缸之外呢，其实也有大浴场可以泡，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要去哪边。我
现在在翻他们这个房间的介绍书啊，发现他们这一个饭店真的太多服务了，除了有非常多种客房服务可以选，像是啤酒啦，或者是天桥立这边的红酒之外呢，还可以把螃蟹送到你房间，因为这边到了冬季呢，就会盛产很多螃蟹，各种螃蟹的料理可以选，帮你送到房间，有够高级。而且还有一些我觉得很贴心的是，他们有租借非常多小道具，像是你要去外面散步用的雨伞啊，或者是望远镜，甚至是室内用的一些很和风的桌游都有哦，像是象棋啊、花牌，而且还有指甲油，这些都是可以租借。当然有一些是要付费的，但是很少有饭店可以提供到这么细节的品项，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贴心。我们晚餐来到的是他们其中一个餐厅，叫做 Mon。这个餐厅的特色呢是它是使用石窑来做料理的一个餐厅，所以它整体的风格呢比较没有那么合适，有一点西式的感觉。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晚餐一样是日式的怀石料理。那像现在是秋冬季节啊，天桥立这边的螃蟹就非常的有名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吃的是松叶蟹大餐。从前菜就可以看到这一整盘蟹脚，接下来还有各种螃蟹料理，像是烤螃蟹啊、螃蟹天妇罗，还有螃蟹杂炊，超级期待的。好像这样拔开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把它捞出来。哇，感觉可以捞出一整条完美的螃蟹。哎呀，有吗？有。我用筷子夹给大家看，你看，完整的一条蟹。真的，我要吃了。很鲜甜，秋天就是要吃螃蟹。居然还有螃蟹脚的生鱼片，我是第一次吃到生的螃蟹，试吃看看。口感完全不一样哎，吃起来就是比较有生鱼片的感觉，但是完全不会有腥味，很特别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。大家早，我们现在回来吃饭店早餐了。那饭店的早餐也是合适的早餐，菜色非常多种，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他们这边早餐餐厅的景色很漂亮。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天桥立的松树，坐在这边就觉得边吃早餐边看这个景色超级幸福的。
这间饭店真的是我从昨天入住到现在隔天早上，每一个瞬间都觉得很满意。像是一入住的时候，就会有人贴心的帮你拿行李啊，然后还有迎宾的小甜点，在房间里面有很多让人觉得很贴心的服务。饭店的温泉或者是浴室的设备其实也都很新很干净，让人觉得用很安心。还有很多其他的设施，像是游心安就可以在那边跟小朋友一起看书或者是玩桌游，还有酒吧啊之类的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蛮推荐可以在这饭店待久一点的。这个早餐的粥感觉好养生，好好吃哦，台湾人一定会喜欢。大家早，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可以看天桥立的秘境景点。天桥立就是有3种观看的方式，那最有名的就是从胯下看的方式。之前我们在冬天的天桥立影片也有带大家看过。那我们这一次呢是来到可以用一字观来看天桥立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叫做一字观公园。那再跟大家介绍一次天桥立，它其实是日本3景之一，就是在广岛的宫岛、宫城的松岛之外，另外一个日本3景之一就是京都的天桥立。那天桥立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沙洲，有3.6公尺长，上面有自然生长6700棵松树，所以看起来就是一条绿绿的沙洲。那是可以实际从天桥立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的。这一次来特地早起来看天桥立，是因为一年四季在秋天的时候，天桥立这边的海水是最平静的时候，早起来看就可以拍到日出，而且有机会拍到水面跟镜子一样平稳的时候的画面，所以会非常漂亮。推荐大家，如果你是秋天来的话，一定要早起来看一下天桥立。海之京都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地方很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看的，就是丹后铁道。京都丹后铁道其中有一段经过游良川桥梁的时候呢，电车从外面看起来会很像《神隐少女》里面千寻搭乘的电车浮在海面上的感觉，所以很多人都会特地前来这边拍照。那我们现在呢就要从最近的车站实际搭乘电车试试看。电车实际行走在游良川桥梁上的时候呢，距离海面只有3公尺，所以你在电车上往窗外看，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就像浮在水面上一样，很推荐大家可以来体验搭乘这一段哦。现在来移动来到五鹤了。那五鹤这边最有名的景点就是红砖仓库。来到这边呢，有必吃的美食，就是我眼前的这些。这个是海军咖喱，这一个呢是马铃薯炖肉冻。为什么这边这2道料理会特别有名？原因是因为五鹤这边是以前日本海军的基地，所以他们的海军咖喱很有名。这里呢其实是日本人从小吃到大的马铃薯炖肉的发源地。因为以前的五鹤海军长官东乡平八郎，他一直忘不了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吃到的炖牛肉味道，所以就把这个食谱带回来日本，那加了日本特有的砂糖跟酱油，做成了这个马铃薯炖肉。那另外一个要介绍给大家的饮料是怀旧的汽水，不要看它只是一般的汽水，它就是用这个器具把柠檬榨汁之后呢，再依你的喜好可以加入茶或者是咖啡，就可以调成属于你自己口味的汽水了，还蛮特别的。我们现在点的这3道啊，就是参考以前的海军食谱做出来的料理，所以可以吃到当时明治时代的味道哦，推荐给大家。开动，那个肉很入味，可是口味意外的不会太重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吃的很顺口，一口接一口吃完。那它的马铃薯呢是没有炖到太烂的，所以还是可以吃到整块的口感，不会一入口就整个散掉，觉得是好吃的。
们现在来到武赫这边最知名的景点之一，就是我背后的这个红砖公园。这里以前呢其实是日本海军的设施，那现在这7栋红砖建筑呢都保留下来。那有一些就是被改建为餐厅啊，有一些是变成红砖博物馆。红砖博物馆也是日本唯一一个以红砖为主题的博物馆。除了可以在这边散步吃东西之外呢，在这个红砖公园的最前面也有一个武赫的英文标志，大家可以在那边打卡拍照。而且这里呢还是柯南电影版《绝海的侦探》的取景地，所以各位粉丝也可以来这边朝圣。刚才有讲到这个红砖公园总共有7栋建筑，我们现在在的就是3号栋的前面，大家可以认明这个邮筒，跟大家一起拍照。那因为这7栋建筑其实都保存得非常的完整，所以也被选为是日本遗产哦。发现一个超酷的伴手礼。我们刚才在吃海军咖喱的时候，店员有跟我们介绍，它的咖喱啊，还有马铃薯炖肉冻都是参考海军的食谱书做成的。这里居然有卖他们以前的海军食谱书，而且翻开来啊，真的就是以前的食谱，就是教你怎么做番茄汤啊，还有马铃薯汤，好赞哦！这个感觉很有参考价值哦。小饼干。布丁。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赏枫秘境，叫做金刚院。这边从刚才的武赫红砖公园，大概开车10分钟以内就可以到了。这里其实是春夏秋冬景点都很有名的地方。春天呢，就是会有樱花；夏天是整片新绿；秋天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可以看到红叶啊，又可以看到银杏的季节。冬天下雪会非常漂亮。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，是从它最知名的三重塔爬上来的本堂。爬上来大概会有105段阶梯，会有一点辛苦，但是上来真的是别有洞天，蛮推荐大家上来看一下的。有一点可惜，就是错过了红叶的季节，没有很红，可是有看到很漂亮的银杏地毯，所以呢，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慢慢爬楼梯上来看一下本堂。现在来到行程最后一站的东武赫站了。这一次我们2天1夜的海之京都旅行就要在这边结束了。不过我这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住的饭店文珠庄，真的是从入住到退房的每一个瞬间，我都觉得非常满足。它就是软体跟硬体都让我觉得很满足。软体的部分就是服务非常的贴心，硬体的部分呢，就是每一个角落都干干净净，而且让人觉得很有质感。它要走到天桥立的距离也很近，像我们今天早上就有早起到天桥立去散步看日出，所以你是想要在一根天桥立这边来一个2天1夜的小旅行的话，还蛮推荐可以住这一间饭店的。那从海之京都要回去京都市区也很方便，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东武赫站啊，只要搭乘 JR 的特急武赫号，1个小时40分钟就可以回到京都车站了。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玩到傍晚左右，再搭特急电车回去京都市区吃午餐。有安排关系自由行的话，很推荐可以花个1-2天在天桥立跟伊根这边。这一支海之京都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还有订阅我们频道哦。那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